大家好，我是东门 Escap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个系列里，我会带你一步一步用 AI 和 IntelliJ 插件来开发，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区块链钱包，一个类似 MetaMask 功能的钱包。这个系列和一般的教学视频不一样，很多人只会让 AI 生成一段代码给你看，但无法真正的跑起来。而我会和你一起手动实战，把一个钱包从头到尾做起来。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实践创建钱包、创建导入导出私钥、添加自定义的 ERC20 token、查询余额和转账、查看历史记录、支持 EVM 区块链如 Ethereum 和 BNB， 最后甚至还会做到连接 DApP。 整个过程我会展示如何用 AI 来协助写代码，以及我们作为开发者如何 debug、如何修正，最终得到一个真正能跑的钱包，而不只是能摆着看的代码。如果你对 Web3 开发、Kotlin、IntelliJ 插件或 AI 辅助编程有兴趣，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的实战章节。接下来我们就要写 prompt 提示词。prompt 是 AI 理解你的要求的关键。好的 prompt， 好的提示词可以节省你大量的时间，也能得到更精准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写一个完整的 prompt， 能够让 AI 生成可用的 Kotlin 加 IntelliJ plugin 代码 demo。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出版，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的出版。请尽量可能的把你想到的要点都写上，不必追求完美，关键在于沟通，就是与 AI 讨论以及迭代来完整 prompt。 对于我们的知识盲区，我们可以依赖 AI 来提供帮助和建议。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停地问 AI 是否有遗漏，或者是请问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建议给我们。每一次反馈都会让 prompt 更精准，形成一个迭代闭环 iteratio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 AI 成为我们的智能合作者，而不是单向的工具。你们如果需要看这个 prompt 的话，你们就暂停 video。 好，下一步我们就把这个 prompt 抄给我们的 AI， 我是用 Crowdcode。 在最后我们会叫它生成一个 Markdown file、MD file， 然后命名它成为 MetaMask clone。 这个步骤也蛮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直接把提示词放在那个 Cloud 的话，它会把那个代码生成在 Cloud 里面，然后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拷贝放进去，我们的项目就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步骤就是叫它生成一个计划，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项目，交 Crowdcode 去执行。老实说，我这里有点偷步了，因为我的提示词已经是蛮完整的。因为如果我不停的和 AI 沟通，会让你们觉得很闷，而且呢时间也是很长。我们稍等一下。好了，已经生成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下载，我们下载成 Markdown file。下一步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 IntelliJ。 打开之后，我们需要安装2个插件。第一个插件就是我们的 AI Crowdcode，
还有另外插件就是 Plugin Dev Kit， 这个插件是用来创建我们的插件，有点绕口。那你安装之后，你记得要重启你的 IntelliJ。好，现在我们创建一个项目。JDK 我们选21把，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那个 group。好的。Project name 可以。好，生成。这个提示词我会抄进去这个项目，以便大家以后可以浏览或者是 refer 参考。我已经把原本的提示词已经抄进我们的项目，当做一个参考。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Cloud 帮我们生成的计划。首先我们还没有执行这个计划之前，我们试试我们插件是否能够成功的运行。应该没问题，不过我们也需要创建一个项目给我们自己的插件。好了，这个是空的一个项目。这个是我们的插件。好的，成功运行。下步我们就执行我们的 AI。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打开 Cloud Code， 叫 Cloud Code 执行刚才的计划，来生成我们要的代码。好的，我们就等等吧。我们看看是大概它需要用多少时间去生成这个代码。根据我们的计划，它只会生成第一阶段的代码。好了，我们插件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生成，大概是用了10分钟。我们先看看它生成了什么代码。我们先去看它到底用了什么 library。这个 IC 的意思是指 IntelliJ Community， 版本是2025.1.4.1，就是我们可以忽略后面的点数，直接用这个。
2025.1，或者你喜欢2也可以。我们会用 Web3J 的 library， 这个是最基本的 HTTP 要求。OK HTTP QR code 生成、加密或解密。我们现在最新的 Kotlin 版本是2.2.10。对，2.2.10。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file 就是 plugin。这个是 project storage，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要求它把我们的任何 data 资料都储存在项目本身项目 level 的 data， 储存在项目里面，而不是在 IntelliJ 本身里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刚才生成的那个 MetaMask Demo 的项目把它删除了之后，我们的数据全部都会删除。OK， 我们把这名字简单化吧，就放 data。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插件的 logo， 我们就开始熬吧。我们右手边会有这个 Tools Window。OK， 有错误。好的，没问题。当你的插件有错误的时候，它就会叫你把它 disable， 我们也不理它吧。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出错，一就是我们 copy 这里，通常这里也会出现到错误，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抄这里吧。对，一模一样的错误。先关了它，然后抄我们的错误，交回给我们的 Cloud Code。我们就用 Plan Mode 吧。咦，我们没有讲要做第二阶段呢。Do not start phase 2. We need to fix the bug first. 所以有时你要用 Plan Mode， 不然的话，它会自动帮你去做 Phase 2的东西。Coroutine 现在重要吗？Coroutine 应该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我们过后再加回进去也没问题。OK， 他说 Coroutine 已经有了。好的。
哎呀，它时常自动帮我去跑这个插件，其实我不需要它跑啊。这时候我就要跟他说不需要跑。When you have any code changes, please do not please don't start please don't execute and start plugin。好的，现在我们自己手动的启动我们的 plugin。没有错误了，但是它的 UI 很大问题。我们再看看它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其实它这次生成的代码有点乱，因为其实我的第一阶段只是叫它生成这些代码而已，而它已经帮我把那些区块链的 testnet 已经生成了，所以可能它一次过太多的工作，所以会导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没办法，既然这发生了的话，我们就叫他去修改吧。如何叫他修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截图给他看，叫他美化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截图，通常我会把那个截图放进去我们的项目里面。可能你们有更加好的方法，我也不清楚。这个是我平时用的方式。我们先关了这个插件。OK，然后我们跟他说，the UI cut off and not display nicely and professional. Can you please enhance it？ 我们也不太相信他的工作，暂时我们还是用回 Plan Mode 吧，因为我怕他一下子就会一下子可能他会生成第二阶段的代码。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建议。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项目刚开始，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它自由发挥，所以也不需要怎样去看这个它的计划，我们就执行吧。
没时间，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代码。我都没有叫它生成价格啊，它也帮我们做。每一次你教 AI 生成代码给你，都感觉好像是开盲盒，每一次的结果都会有出人意料以外。我也不清楚这个它要 encryption 是在哪一方面，可能要把我们的那个私钥把它 encrypt。OK，好了，不太好了，情况不太好。我们再 print screen 给他吧，截图给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有几种选择。第一，我们给他一个 example，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叫他去拷贝去克隆 MetaMask。如果要他生成更加像 MetaMask 的 UI 的话，其实是我们需要提供 MetaMask 的 UI 给他去参考。但是因为我们的项目刚开始，如果一下子要做到好像 MetaMask 这样复杂的 UI 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决定把某一些 UI 暂时拿走，直到我们的功能开始齐全的时候，我再叫他去根据 MetaMask 现有的 UI 去做一模一样的界面。所以当时我会跟他说，全部拿走，我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钱包 listing 创建可以导入、可以导出的简单界面。在此之前，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代码，其实我们是可以创建 crowd.md file 了。如果你们有问题关于 Crowd Code 的话，如果需要别的视频区学习的话，你们在留言区留言。我还是不要叫他读取先，我先叫他改了那个 UI，然后再读取。Not professional for time being. As phase 1 requirement, I want to remove all existing UI in two windows. For the new UI as phase 1 requirement, I would like to have
我们再找回我们的 plan。有时我们的 instruction， 我们的指令可能是太长，有时会搞到它不能够专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再给它重新的指令，把它的焦点放回来我们应该要做的东西。We would like to have following. We would like to have following requirement. 好的，你看他学聪明了。也不算是学聪明，就是 AI 的上限，它的上限其实是用户的上限。意思是说，你对某一个项目有多了解的话，你给它的指令有多准确，它就能够帮你执行那个任务。Simplify main layout， 它的 list 在这里。好，我们再继续的吗？这个可能应该是5分钟以上吧。你看，它自动的帮我去生成这个 cloud.md file， 可能之前我已经 instruct 它去这样子做吧。我们再跑跑我们的插件。好了很多。我们的 export 不见了。然后我们 select wallet 放小，不需要框起来。我们把 select wallet 叫它放小，然后这个 wallet 叫它放大一点，这个叫它 display。There are few issues need to handle. First, the wallet section make it longer。就是有时我们的语法，英文语法有点不对，但是它是很聪明的，它能够猜到你要表达什么事情，所以你就尽量去和它沟通。The selected wallet section make it shorter. Unable to display export wallet button， 我们就不需要叫它 plan 吧，因为这个都很直接的要求。好的。
也不对。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好的，如果这样子的话，OK, the selected word section too short. May I know what is the current height for the section? OK, 它是125啊，我都没有叫你换呐，他就帮我换，没关系，他换了就算。好的，这个界面也是有点问题啊。这个过后我会叫他搞搞，暂时我们先玩玩它的功能。我们创建一个钱包，为什么要密码呢？我们就打1234568。123456781，123456781。好的，那我们试一下导出它的私钥。123456781，有点不对。This is not a standard EVM private key. Can you double check it? 好了，这个界面也是有点问题，不过过后我们才修改吧。我们先删除这个钱包。好的。为了测试这个私钥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否能够正确的导出私钥，我们就要用 MetaMask 来测试。我们打开我们的 Chrome，安装 MetaMask，按这边。我会快快的生成一个
钱包。如果你们需要我多讲解 MetaMask 钱包的话，请在下面留言。我就随便放吧，1、2、3、4、5、6、7、8，1、2、3、4、5、6、7、8。哦，有了账号，所以现在我们再导出一次，1、2、3、4、5、6、7、8 ，copy OK，copy to clipboard，然后我们按这里 private key。前面6个号码，前面6个号码对，后面6个号码也对，所以没问题。之后我们这里再生成一个账号，也不用啊，用这个吧。这个导出它的私钥 private key。OK，1、2、3、4、5、6、7、8。copy，然后尝试 import。1、2、3、4、5、6、7、8。1、2、3、4、5、6、7、8。OK，导入成功，对吗？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wallet address。前面5是5个，前面5个也对，后面5个也对，或者我们 copy，有，然后我们在这里 copy，完全一模一样。好的，现在我们最简单的那个功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的这些界面有待改善。等我们的功能齐全的时候，我们一次过重新更改整个界面。接下来我要跟你讲解一下我们储存的资料到底是在哪里。其实是我们再看回我们的代码，我们的代码讲是，如果没记错，应该就叫 project storage。project storage 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储存的地方就是叫一个 metamask dash clone.xml 的 file 里面会有一个 tag 叫做 data， 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你看到这样奇怪？其实是它本身是一个 JSON 的 array，或者我们也可以问一问我们的 crowd 这个是什么来的。Can you help me to
decode this，对，它其实是一个 array of JSON。OK， 现在我要换一换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很丑，这个 logo 是在这里。这个 logo。Can you help me to generate a new logo which is suitable to our plugin? 有点丑，不喜欢。No, this is not nice. Can you generate a new icon where background color is green and with dollar sign? Can you please check it is not a dollar sign? 也不是dollar sign 啊。OK， 我自己修改一下。哦，明白明白。原来他是这样子做，算了吧，我们就这样子吧。好了，现在我们要更新第一阶段的状态去完成。好，做到这里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真正完成的功能其实不多。创建了项目，做了基本的 UI， 可以建立钱包，可以导入私钥，可以导出私钥。但是你应该也感受到一件事，这个东西
是一个真正能跑到现实、走到生产环境的钱包系统的开端。它不是一个教程学习项目，它是个可以继续累积、不断进化，最终可以变成 SaaS， 变成收费课程，甚至变成你的创业项目的核心资产。你可能会开始意识到，如果真的要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像 MetaMask、像 Trust Wallet 这样真实可用的钱包系统，光靠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个月是不可能的，它可能需要1年半载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你每前进一步，它就会变成更正式，价值更高，距离商业化更近。而在这个系列，我不会带你做那些漂亮但无用的功能，我只会带你做真正有价值的，现实中企业愿意付钱，真正能上线运营的钱包系统和新功能。就像下一集，我不会叫 Mnemonic， 也不会叫 Seedphase， 因为这些在商业钱包里可以交给第三方的方案处理。我们要更直接进入有价值的东西，比如 Deposit、Transfer， 还有如何防止资金亏损的风控逻辑。所以如果你只是想了解区块链是什么，可能这个系列不太适合你。但如果你想打造一个真实运行、能赚钱、能当作作品集、能当作收费课程，甚至能拿来卖给老板或客户的钱包系统，那你可以继续跟我走。好的，我们下一集见，拜拜。